不是将军，你谁？夫人要你死！我的命再清贱，也轮不到你来取。多谢将军不杀之恩。我既已嫁入将军府，生死不由天地，全凭将军一念之间。你就这么确信本将军不会杀你？将军更希望妾身死在刺客刀下。高家军的刀从不砍向妇孺，哪怕妾身是将军最厌恶的季家女。闭嘴！若非老城主遗命，你们季家也配进我高家的门？来人！将军，季家女谋杀情郎，罪证确凿，押入大牢。告诉季家，这门亲事作废。将军，将军，你既然故意放任刺客行刺，那除了借刀杀人，想要推掉这门亲事，更想要给季家一个教训。将军此招虽狠，但并不解恨。原地待命。是。如何解恨？将军见谅。还请将军将此物交到我嫡母手中，越不着痕迹越好。你想让他们认为你已经死了？将军心中想必必有疑惑。戚家既然愿意送女儿过来和亲，他又为何雇凶杀人？结果无非两种：先栽赃，后夺权。你不是季清瑶。将军在门外窥视了这么久，想必已经知道我绝非嫡女。我叫季王叔，叔主，我愿以卑贱之举替季姑娘出家。你并非我所出，你娘要是被我折磨死，我怎么相信你的忠诚？请母亲垂怜。所以无论我在哪里，都是生死不由己。也许你算准了一件事，季家那么想让你死，本将军或许还会留你一命。所以将军更需要我这枚季家的妻子，重新钉死季家，从此高家便少了最大、最碍事的政敌。我甘愿做将军的妻子，不管让我做什么，我都心甘情愿。无边银色靠近，浓墨染。即便我现在当着尸首的面要了你，我对心口不一的女人不感兴趣。将军难道嫌弃妾身？当初嫡母故意刁难，想留妾身在家中为奴为婢，如今柳暗花明，有心躺在将军身下，便是将军的人，还请将军享用。
将军若是此刻要了我的命，不是正中嫡母下怀。你错了，是季家家风不严，纵女偷情。刺客的尸首还在这里，季家非但不承认替嫁之事，连你的死也会忍下来。本将军一样可以达到目的。城主盛凌风早已和季家达成共识，欲引季家嫡女季清瑶入宫，联手除掉将军。将军若是此刻杀我，他们定会在城中散播谣言，说将军杀妻嫁祸。本将军年少便杀敌无数，这点名声，我会在乎？请将军为我和母亲报仇，我愿以性命为将军铺路。有用的棋子，首先得活着。别忘了，你还有把柄在我手里。将军，金钗的事情已经全都办妥了，季家现在可是热闹的很。他当真是庶出？这还真是。季老爷也算是娶过不少妾室，就他娘混得最差。两个人从小没少被正室和嫡女欺负。看来他对季家的恨确实不假，所以我才更要利用为我娘报仇。是。谁给你的胆子偷听？将军误会了，妾身没有偷听，只是来给我送茶水的。你觉得我信吗？伺候将军是妾身该做的。命都捏在别人手中的妻子，最好认清楚什么事能做，什么话能听。将军，你吓到我了。害怕？要是还有下次，你这漂亮的脖子应该很容易拧断。将军，季家来人了。你这枚棋子该起作用了。高长洲，你很快就会明白，谁才是知棋人。来人，将杀人凶手高长洲拿下！我看谁敢！大胆！你们高家是要造反吗？城主这是给微臣的新婚贺礼吗？如此兴师动众，是不怕微臣回礼？将军误会了，今夜有人击鼓鸣冤，说是将军府上出了人命。哼，什么人的命能劳烦城主大驾呀？我女儿的命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你，季夫人说我杀了您的女儿，可有证据？当然有，这肚兜是我女儿出嫁前特地缝制的，这金钗也是我送给女儿的嫁妆，上面都沾满了我女儿的血。仅凭一个金钗就想定我的罪，季夫人可知道污蔑本将军是什么下场？污蔑！高家居公自傲，凭着县城主遗诏到我季家强取豪夺，锦陵城谁人不知？你敢说没有？是又如何？你能拿我怎么样？城主，高长洲目无王法，草菅人命，请城主为民妇主持公道。
请城主主持公道。来人，把高将军拿下。本将军要是没有杀人，季家就以死谢罪，敢吗？臣妇以死谢罪。敢问城主，不知我家夫君所犯何事？季夫人，你不是说令千金已经死了吗？这不可能啊！季家嫡女季望舒参见城主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季家不是说他女儿被害死了吗？栽赃陷害呗。诸位稍安勿躁，季家和高家是世交，断不会出现这种栽赃诬陷的事情，定是有人居心不良，刻意挑拨。季望舒，你背叛我！母亲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母亲，你说来也真是的，带人来抓女婿，却连证据都是伪造的，难道母亲要陷害将军？怪到一开始就让庶女替嫁，原来是想倒打一耙，贼喊捉贼呀！我明白了，高承周，这是你和这个贱种做出来的戏。母亲，你可真是糊涂啊！这是欺君之罪，是要掉脑袋的。这样掉脑袋？我没有诬陷，可没有欺君。没有诬陷，那您怎么笃定女儿已死？不见女儿尸身，就敢来陈情？母亲，您究竟是受人所欺瞒，还是在女儿坐入花轿那一刻起，您就笃定女儿不会活过新婚夜？母亲当心啊！您可要说清楚，诬陷当朝重臣可是死罪。臣服失察，系重生是罪。恕罪？季夫人刚才可是说要以死谢罪的，城主若是免了你的死罪，岂能服众啊？但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将军，您不如看在妾身的面子上，从轻发落吧。夫人意下如何？掌国一百，以儆效尤。他来执行。靖王说：“你这个贱种，说的什么混账话？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？”辱骂将军夫人，掌嘴！你这个让人打我！臣服之错，该也受罚。城主还不下令吗？本将军还有要事在身。打！您看到了，这只是个开始。女儿会把他们母女加诸在我们身上的痛苦，千倍的还给他们，让他们生不如死。夫人可还满意？该轮到我了。将军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入洞房。黄副将，看好了，少一个巴掌，唯你是问。是。好什么？刚刚大义灭亲不是挺勇敢的？将军，你吓到我了。不信，您可以试试。季小姐六亲不认，杀人不眨眼。哼，没想到还会害怕。我只是护肤心切，所以这一局我赌对了吗？
纪望舒，你就这么想做将军夫人？不是想做将军夫人，是想做你的夫人。只可惜，我的夫人只能是季家嫡女，只有拿下季清瑶，才能更好的毁了季家。你这枚钉子还不够分量。高长仲，我们走着瞧。看看你跟那个贱人生的贱种，害得我母亲受如此大辱。瑶儿，你冷静一点。母亲，你快想想办法，那个小贱人都快爬到我头上来了。瑶儿，昨天你也在场，要不是望舒的面子，你母亲就大难临头了。你闭嘴！啊？要不是你跟那个贱人勾结，生下那个小孽种，我和母亲怎会受如此大辱？瑶儿，哎呀，瑶儿，昨天的情形你也看见了，那高承周和程楚都默认那小贱人嫡女的身份，你莫要再生事了。说是高家在追究起替嫁之事，你丢掉的就不只是嫡女之位了。城主驾到。盛凌风，你来的正好。凌风，你过来。你发什么疯？发疯？你还记得我会发疯啊？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？因为你无能，在高长洲面前，你就是个废物。放肆！怎么？你想打我呀？你敢吗？我的母亲可是金陵王家的嫡女，更是季家真正的掌权人。你如今能坐在城主位置上逍遥快乐，全靠我们季家支持。只要我想，随时可以把你拉下。要试试吗？青瑶，我哪舍得呢？我那么爱你。少跟我来这一套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什么心思，别以为有了季望舒就有了新的选择，你这是找死！我知道，知道。知道就好。回去你取城主夫人之位，我现在就要。妾身护肤心切，有罪吗？那爱慕将军是什么罪？将军，您抓疼我了。收起你的矫揉造作，你敢来我这里，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？妾身哪有什么主意？妾身不过是想和将军增进感情罢了。季望舒，利用我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只不过本将军暂时还没想好从你身上拿走什么，所以你欠我。将军，不好了！宫中来信，盛凌风秘密下旨，不日将迎娶季清瑶入宫。所以这就是你的计划？将军抬举妾身了。妾身只不过是这盘棋中的一颗弃子，但若是这颗弃子在将军手中，我便可替将军瓦解天家和季家的联姻，盘活这死局。我凭什么信你？我想活。好，如果你能做到，你以后就是将军府唯一的夫人。那妾身可否求将军一事？什么事？明日陪我回门。娘，对不起，女儿让您受尽了苦。
你放心，当日之辱，月儿永志不忘。我发誓，我一定将您的牌位堂堂正正送入玉清观，用季家母女的命告慰您的在天之灵。将军夫人回门。夫人，请吧。母亲，请用茶。放肆！竟敢不跪！按照礼数，嫡女若高嫁，可不行跪拜之礼。纪王叔，我还没死呢，你竟敢以嫡女自居！来人！我有何不敢？先城主遗诏，季家高家世代联姻，只可嫡女出嫁。我若不是嫡女，岂非欺君？瑶儿，都是一家人，别伤了和气。伤了和气不重要，要是出了李代、陶江这样的丑事，本将军绝不会与你们季家善罢甘休。当然不会。望叔就是嫡女，只不过我的母亲不是现任季家主母，而是季家的先夫人。还请父亲母亲将我母亲的牌位送入玉清观供奉。季王叔，你这个疯子！看来你认出来了。没错，这烙印是我母亲身上的。我记得我母亲说过，这还是父亲亲手为她烙上去的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既然你说你是嫡女，你的母亲就只有我。看来夫人是不满意将军的决定，是不愿意将我母亲的牌位送入玉清观。这可是抗先帝的旨啊！放肆！季家玉清观供奉的都是历代季家先祖，你母亲不过是一个下贱的官奴，怎么敢？几次三番出言冒犯本将军夫人，我原本想看在姐妹情分放过你，但转念一想，我家将军的脸面乃是一国的脸面，岂容你再三冒犯？这巴掌罚你口无遮拦，这巴掌罚你愚昧无知。我娘虽然不出身名门，但曾经也与你父亲青梅竹马，恩爱有加。若不是你母亲横插一脚，闹出一场醉酒现身的笑话，闹得满城人尽皆知。他当真是叔叔？这还真是，季老爷也算是娶过不少妾室，就他娘混得最差。两个人从小没少被正室和嫡女欺负。我凭什么信你？我想活。够了，无需多言。本将军下令，将先夫人牌位请入玉清观。娘，答应您的事情我做到了，不过这只是一个开始。季望舒，本将军这把刀，夫人用的可还趁手？将军这是何意？妾身听不懂。
都到这个地步了，你还要继续演戏吗？木匣子里装的是什么？你当真以为本将军不知道？你求本将军陪你回门，为的不就是借我的事去压人？你胆子不小啊！原来将军说的是这事，我还以为昨天晚上我们已经达成共识了呢。所以你就敢有恃无恐的利用我？那将军愿意被我利用吗？除非你值得本将军赌一把。妾身别无长物，唯有一身一心，皆可献与将军。但有一事，请将军成全。说。请将军大局为重，小事我来。姬王叔甘愿做将军最趁手的那把刀，死亦无悔。既然要做本将军最趁手的刀，往后便不必卑躬屈膝。小家子气。谨遵将令。季家和盛家的联姻马上就开始了，你这把刀该出鞘了。姬王叔，夫人有请。有种给我按住他！我家将军尚在府中，夫人就敢对我用刑吗？你真的以为我怕高长洲吗？你以为有他给你撑腰，就可以骑到我头上？仙夫人，她这样的贱奴，她也配？戚夫人，你这般有恃无恐，就不怕我家将军怪罪吗？怪罪？你以为高长洲护着你，我就不敢杀你吗？杀我？你有这个本事吗？你若有，我岂能活到今天？我母亲的牌位又怎么能入得了玉清观？小贱人，你竟敢羞辱主母！凭你这恶奴，也配碰我？齐王叔，这里是继父，容不得你放肆！不容我放肆也放肆多回了，你又能怎样？你大胆！以为你做了将军夫人就了不起？我这不信高长洲能活你一辈子！真以为没有高长洲的庇护，我就不能报仇了吗？告诉你，别说是将军夫人，就算是城主夫人，我也当得了。你和戚清瑶在我眼里不过是两个蠢货，我只要稍微动用手指头，就能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。你做梦！3日后，小儿就要嫁入宫中，他没有机会，因为他要给你守孝。母亲，母亲，你醒醒！母亲，到底是谁干的？秦瑶，秦王叔。城主有令，姬望叔谋杀嫡母，罪不容诛。来人，把姬望叔给我拿下！我家高将军在此，谁敢放肆？
看来夫人有麻烦。有将军在，再大的麻烦也不算麻烦。是吗？回季家。妹妹这么着急找我来，不知所为何？母亲怎么？天哪！将军还在装，你这个杀人凶手！杀人凶手？妹妹，你在说什么？你是想说，是我杀了嫡母吗？不是你还有谁？这个世界上，除了你还有谁会这么恨我们母女二人？我痛恨你们母女？怎么可能？今日我已将母亲的牌位送入玉清观，那我和你们的恩怨便已经了结了？还是说我有什么其他痛恨你们的理由？你把我母亲杀了？杀了什么？妹妹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既然你说我杀了嫡母，那是要讲证据。你的证据呢？当然有证据，这串珠子就是证据。怎么，无话可说了？你衣服上缺的这颗珠子和我手上的一模一样，不是你还有谁？来人！且慢！这颗珠子的确是我的，但这能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你就是杀人凶手。错，这只能说明我来过这里。但今日午时，我母亲的牌位入主玉清观时，在场的各位都在，难道所有人都有嫌疑吗？你将军夫人此番言论，未免有些强词夺理。那颗珠子上面沾着可是季夫人的血，单凭一颗珠子，如何能定我的罪？那这样，这条流苏是妹妹的贴身之物，上面也沾了血，是不是能说明妹妹也有杀人的嫌疑？贱人！季小姐当着本将军的面动手打我夫人，是不把我放在眼里。高将军，这是断案要讲证据，人证、物证、凶器，缺一不可。既然将军想讲证据，那季小姐想自证清白，是不是也需要证据？我当然有证据。今日午后，我和我家将军在一起，不信，你们可以向他求证。夫人在说什么？命案发生之时，我并未和夫人在一起。高长洲在打什么主意？今日他与我一同回门，就说明他会默认我的一切。现在这一出又是怎么回事？贱人，你还想耍什么花招？高将军已经说了，并未与你在一起，你还不认罪？来人，把这个贱妇给我拿下，立即处死！我看谁敢！将军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夫妻一体，难道你要看着我蒙冤而死吗？你既知我们夫妻一体，就该理解，本将军先是臣子，其次才是你的夫君。我若徇私作假，岂不是成了某人上位的棋子？你真以为没有高长洲的庇护，我就不能报仇了吗？我告诉你，别说是将军夫人，就是城主夫人，我也当得了。高长洲也在场，所以他是故意的。夫人，本将军该怎么办？教教我。来人，季望舒谋杀嫡母，证据确凿，其罪当诛，拉出去，即刻处死。且慢，且慢。城主，我可以为我的女儿作证，望舒离府之前一直在和我下棋。你在说什么？
母亲含冤而死，你竟然为了这个贱人做假证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将军不会以为我除了你就没有后手了吗？妹妹，你怎么能这么跟父亲说话？还有没有尊卑了？我明白了，你们父女二人联起手来害死我母亲，一定是这样。证据呢？人证物证都没有，就算是城主在此，也不能定我的罪。高承周就是证据。可我家将军并没有说过他看到我杀了人。若你真的清白，方才为何要说经历一直和他在一起？我说的是武后，并不是武后到李府之前。我和将军在花园分开以后，就和父亲去了别院下棋，别院的下人都是证人。贱人！妹妹，我知道母亲死了你很难过，可当务之急是我们姐妹应该联合起来，找出凶手，而不是自相残杀。毕竟我们才是一家人。季光书，我杀了你！既然真相大白，那就给令辞办后事吧。本将军府上还有事，先行告退。你留下，为嫡母守孝。站住！兔死狗烹，鸟尽弓藏。将军如此行事，就不怕切身心寒吗？夫人，这是什么话？季家主母惨死，夫人身为季家嫡母，理应留下守孝。高承周，这可是季家祠堂，夫人说话还是小声些，免得惊扰了季家先祖。你不要忘了我们之间的交易。如今季家主母已死，按照季家祖训，季家子孙需要守孝3年。将军达到目的，就要背信弃义吗？季无书，你利用了本将军那么多次，也该好好让我看看你身上什么价值，与我谈交易条件。什么意思？不懂。季望舒，本将军可不是里面那群蠢货，被你几次勾引玩弄于股掌之中。想与我直起，先过了这关看看。将军，我们真的不带夫人回去吗？季家已经变天了，若此般他还不能破取这个将军夫人之位，他没资格做。把他给我抬起来！季望舒，终于落到我手上，我看这次谁会来救你？说，我母亲究竟是不是你杀的？季清瑶，既然你这么想知道答案，我就告诉你，就当感谢你再陪我演一出苦肉计。你笑什么？我在问你话呢。我笑你现在这副表情，真是跟你母亲一样。你们不愧是母女，一样蠢的卦象。你找死！怎么，你想杀了我？你敢吗？全世界都知道我留在季府是为了给嫡母守孝。我若是死了，你以为你能置身事外吗？又不敢了。我
说你跟你母亲一样蠢的卦象，你还真是争气啊！你什么你？你知道我为什么骂你蠢吗？因为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就不会让上林峰真的走掉。你什么意思？因为接下来我会告诉你，你的母亲究竟是怎么死的。靖王叔，果然是你杀的。没错，是我。我用木钗刺进了他的这里，这都是他的报应。不过他临死前还天真的以为你会嫁进天家。靖王叔，我杀了你！此番苦肉计恶不成，我死无葬身之地，再坚持一下。看来你是真想杀我了，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。少耍真枪花招！我有本事杀你，就自然能脱身，不要指望高长洲来救你。是吗？我赌高长洲会赶回来救我，你敢赌？我烂命一条不怕死，黄泉路上有你们母女作陪，我划算的很。官奴之女就是官奴之女，果然卑贱到骨子里，依附男人而活，你不觉得下贱吗？下贱吗？我不觉得，只要能达到目的，世间万物皆可为我所用。就好比我虽是官奴之女，却能借势杀了你的母亲，而你长剑在手，却连报仇都不敢。说得好，把药给他灌下去，赏给府里的马夫。我倒是要看看高长洲看到他这个人尽可夫的贱妇样，他的事你还戒不戒得了？界王叔，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。将军，时间到了，夫人还没有出来，我们是现在就回府吗？还差一点，这场赌局我一定会赢。喝下去。倒了。好了，真香啊！将军，你让我破院下的局，而我的破局之计就是你，我赢了。不是你赢了，是本将军可怜你。界王叔，你又欠我一回。站住！靖王说是杀人凶手，他亲口承认了，你不能带他走，给我上！传军医。热。界王叔。热。手不想废就安静点。别碰我，我要去找将军。界王叔，是我来了。将军，真的是你吗？是我。你不生我的气了吗？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。怎么会不要你呢？没有你，谁还每天给我引气？跑什么呀？本将军还没看够这出戏，谁允许你罢演呢？继续。将军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？什么戏啊？苦肉计。季家主母已死，家中季老掌权，
你偷走我兵符，不就是为了引我回来看这出戏？哼！纪王叔，你胆子不小啊，连我都敢算计。那也得将军赏脸，才会因为兵符过来救我。那将军，我现在通过考验了吗？考验？当然是有没有资格做你的将军夫人。哼，那你觉得你有没有这个资格？在这个世界上，能与你并肩的唯有我纪望舒一人。你真以为没有高长洲的庇护，我就不能报仇了吗？我告诉你，别说是将军夫人，就算是城主夫人，我也当得。那我问你，你是想当将军夫人，还是城主夫人？原来将军也有不确定的事啊。将军，军医到了。让他走。我的病只有将军能治。夏县令，我不觉得，只要能达成目的，世间万物皆可为我所用。就好比我虽是官奴之女，却能借势杀了你的母亲，而你长剑在手，却连给他报仇也不敢。娘，我一定要亲手杀了纪王叔，替你报仇。报仇？哼，你有这个本事吗？哼，我早就劝过你的母亲，凡事留一线，不要做得太绝。但是她从来都不听啊。如今落得这个下场，算不算是报应啊？你别再！你助纣为虐，帮纪王叔那个小贱人做假证，冤死我母亲，你没有资格说他。没资格，我是纪家家主。你的母亲压了我这么多年，落得这个下场就是活该。你说什么？疯了，都疯了！我要去找城主。瑶儿，别白费力气。你以为还是你母亲活着的时候？乖，把纪家的金印交给爹。嫡母过世，二小姐悲痛欲绝，缠绵病榻。自今日起，在闺中养病，任何人不许打扰。父亲，父亲！纪王叔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谋杀嫡母！父亲别装了，在这个世界上最希望他死的，不是你吗？我们来做笔交易如何？说说看，什么交易？替我保守秘密，从今以后，你便是纪家家主。高长忠，谢谢你愿意回来。将军，将军这是干什么？夫人不是要向我道谢吗？就这么轻飘飘的一句话，少了些诚意吧。
月儿，人都是将军的了，将军还想要些什么呢？人是我的，心。月儿人在哪里，心就在哪里。将军难道还不明白吗？躲吗？不是躲，我只是好奇，将军要用什么来交换月儿的心呢？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将军支持我父亲做季家家主。季家那个老东西在朝堂上屡次弹劾本将军，你要我支持他？支持他，就是支持高家。我父亲，他过去也是受了季家母女所迫，身不由己。身不由己？哼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根本不了解你父亲？也罢，既然是月儿提出来的，那我就答应你。母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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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母亲！秦王彻，你干什么？父亲说，妹妹病体未愈，需要静养，还是不必为母亲送行。秦王叔，你竟如此歹毒！歹毒？你母亲逼死了我母亲，还砸了她的灵堂，我没有掀了她的棺椁，还让她风光下葬，便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你别逼我，否则我绝了她的坟！将军夫人如此有恃无恐，是料定你死无对证，故定不了你的罪吗？秀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？她不是被藏起来了吗？林峰，你终于来了！这个贱人亲口承认是他杀了我的母亲，你一定要帮我杀了他！老爷，你和纪望舒密谋杀我灭口之时，没想到我会活下来吧？将军夫人不是能言善辩吗？怎么不说话了？看来你很清楚，谋杀嫡母是死罪。啊，城主，此事都是纪望舒一人所为啊！老臣也是被他所胁迫，不得已才替他隐瞒，请城主恕罪。身不由己？哼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根本不了解你父亲？纪王叔，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什么可辩解的？来人，把他押下去，即刻处死！我看谁敢！人证物证俱在，物证呢？凶器呢？仅凭一个恶奴的一面之词，就能断定我杀了人？父亲也指证了你，难不成父亲他撒了谎？哼，我没有撒谎，就是纪望舒杀了人，我亲眼所见。亲眼所见？那父亲为何替我做假证？岂非欺君？那是你威胁我！威胁？我一介孤女，无权无势，如何能威胁得了您？分明是你一直被母亲欺压，所以杀了她，还想要嫁祸给我。我这畜生！一个官奴之女，竟敢忤逆犯上，颠倒黑白！你果然跟你的母亲一样的下作！城主，一定要将此女赐死，以儆效尤。高长洲，你说的对，我的确看错了人，所以这个错误我会亲手抹去。来人，把纪望舒带下去。没有姑的允许，谁也不许探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都将军的妻子，不管让我做什么，都心甘情愿。所以你就敢有恃无恐地利用我？那将军愿意被我利用吗？妾身护肤心切，
有罪吗？纪望舒甘愿做将军最趁手的那把刀，死亦无悔。不是想做将军夫人，是想做你的夫人。本将军可不是里面那群蠢货，被你几次勾引玩弄于股掌之中。妾身别无长物，唯有一身一心，皆可献于将军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能与你并肩的，唯有我戚望舒一人。那爱慕将军是什么罪？本将军这把刀，夫人用的可还趁手？月儿，人都是将军的吗？将军还想要些什么呢？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不好了！盛凌风带人去了季家，夫人被抓走了。备马。是。原来你单独把我抓过来，是为了让我帮你在寿宴上对付我家将军。不知我家将军犯了何罪，需要让你这般手段？功高盖主，意图谋反，其罪当诛。功高盖主，月儿虽为一介女流，却也明白，只有昏聩之君才会构陷臣子，功高盖主。纪望舒，你是个聪明人，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我是在给你机会。给我机会？当然，你父亲和秀姑已经指证了你，即便没有证据，姑也能定你的罪。高长洲救不了你，跟我合作是你唯一的生路。是吗？那就请城主赐死吧。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？我笃定你不敢杀我。我若是死了，我家将军必然起兵。纪望舒死不足惜，能替天下百姓换一个明主，我死得其所。你，纪望舒，你够狠了。好，我们谈个合作怎么样？只要你帮我坐实高承州谋反的罪名，我不仅帮你除掉秀姑，以绝后患，还能让你坐上城主夫人之位。城主夫人之位，不过是换了个男人睡在身侧罢了，一文不值，不够。你还想要什么？季家妇女的命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我们能合作了吗？城主想跟我家月儿谈什么合作呀？不妨也让微臣来参与一下。将军，月儿，姑在问你话呢，谁让你起来了？城主想问什么，尽管问微臣就好。我家月儿胆子小，你别吓到她。姑问的不是将军，是月儿。月儿，城主问你话呢，怎么不回答？城主折煞妾身了。我家将军向来公私分明，断不会因为妾身受了委屈而迁怒天家。您放心，月儿回去以后定会帮您和将军解释一番。如此甚好，那姑就先谢过夫人了。告辞。恭送城主。现在该轮到我了。城主要娶那个女人为城主夫人，他当真要娶那个贱人为城主夫人？是。好你个盛凌风，居然敢背叛我！我季清瑶发誓，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。将军，月儿，姑在问你话呢，谁让你起来了？不许说话！
是不得。纪望舒，你是不是仗着本将军拿你毫无办法，所以才敢跟圣灵峰这样挑衅我？没有。没有？那你告诉我，你和圣灵峰合作了吗？你父亲和秀姑已经指证了你，即便没有证据，姑也能定你的罪。高长洲救不了你，跟我合作是你唯一的生路。畜生！你个官奴之女，竟敢忤逆犯上，颠倒黑白！你果然跟你的母亲一样的下作！城主，一定要将此女赐死，以儆效尤。将军，若是有一天我背叛了你，你会杀了我吗？不会，但我会让你比死了还难受。现在，该轮到你回答我了。没有。将军，马车备好了。将军，抱歉，就陪月儿演完这最后一出戏吧。将军，若是有一天我背叛了你，你会杀了我吗？纪星瑶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拦本将军的马车！青瑶不敢冲撞将军，只是不忍将军被人蒙骗，遭人连累，所以才不得已出此下策。被人蒙骗？你指谁？纪望舒。无稽之谈。将军若真觉得是无稽之谈，又怎会让青瑶上车？你找死！杀了我，你将永远也不会知道纪望舒和圣灵峰做了怎样的交易。纪望舒答应圣灵峰，在城主的寿宴上，将你的寿礼调包成诏书，坐实你乱臣贼子的罪名。将军，库房那边说寿礼已经准备好了，问您要不要过去过目一下。将军，那月儿觉得我要不要过目？寿礼之事，妾身也不太懂。不懂？我教你啊，无非就是两种情况：送对了，得天加赏赐；送错了，整个高家军人头落地。将军可真会开玩笑。你看我像是在跟你开玩笑吗？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你跟圣灵峰有没有合作？寿礼在你身后。吉时已到，请高将军献礼。微臣高长洲祝城主福泽绵长，吉祥如意。啊，这是诏书，诏书怎么会在这儿？放肆！高长洲，你要造反吗？好戏开始了。怎么是诏书？诏书怎么会在这儿？这寿礼是诏书。高长洲，你是要造反吗？城主恕罪，我家将军并无意冒犯天威。月儿，
你我夫妻一体，你最清楚本将军的为人，你告诉他们，我是不是要造反？将军夫人但说无妨，只要你肯仗义直言，姑恕你无罪。月儿，你说，满朝文武都等着呢。将军，你抓疼我了。高长洲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朝堂之上岂容你放肆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！我看谁敢！高长洲，你竟敢当着孤和文武百官的面号令禁军，那岂非谋逆？谋逆！整个金陵城都是我高家世代先祖打下来的，我若是想当城主，哪还轮得到你？用得着这么大费周章吗？哼！高长洲，你平日里居功自傲，藐视天家也就罢了，今日城主大寿，你竟敢如此胆大妄为，你对得起当年以命相护的先城主吗？太嚣张了！这太嚣张！哎，莫无王法，无法无天。若不是看在老城主的面子上，我怎么会容许这个废物到今天？高长洲，大胆！高长洲，大胆！城主且慢。季望舒，你也要造反吗？妾身不敢，只是谋逆之事事关重大。我家将军虽然是个粗人，但话糙理不糙。若是城主听信他人谗言，诬陷忠良，那岂不是受天下人所耻笑？哈哈哈哈哈！谁说没有证？天子诏书就是铁证。高长洲，你身为臣子，对天子下诏，不是谋反，又是什么？这高长洲也太有恃无恐了，这种臣子就应该被千刀万剐。高家满门忠烈，脸让他给丢尽了。父亲，你既然认定我家将军谋逆，不妨我们把这诏书展开一看，也好让我家将军死个明白。哼，好，今日就让他死。哼！等等，父亲，我劝你还是不要这么冲动。若是诏书展开，我家将军并未谋逆，那你可就不是诬陷忠良这么简单，您这是欺君罔上。若是诏书展开，证据确凿，将军夫人又待如何？我陪我家将军一起死。若不能，城主退位让贤，敢吗？好，一言为定。哎，怎么是一张画呀？很奇怪。对，为什么会这样？这怎么可能？明明是逼宫的诏书，怎么会？季望舒，你大胆！诸位，诏书已开，我家将军并未谋逆，季大人捕风捉影，诬害忠良，罪该万死。但念在他年事已高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拉下去，杖责100，褫夺金印，禁足府中。季望舒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当着姑的面胆敢拟旨？大胆！城主方才说过，若是我家将军并未谋逆，你愿意退位让贤。诸位，请随我一起，恭请城主退位。恭请城主退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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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季望舒，姑杀了你！
夫人，本将军这戏演的可好？你这个位子，本将军不稀罕。别把心思用在不该用的人身上，这个位子你才坐得稳。驾！你疯了！你说，我从现在开始要你，在马车停下之前，我会不会休妻？躲我！刚才为什么要走？你知道扳倒圣灵峰这盘棋我费了多少心机吗？所以，我也是你棋盘上的一颗棋子，是吗？我不说是为了你好，为了我好，还是怕被我发现这出戏就演不下去了？姬王叔，你真是个没有心的女人，我不会再被你利用了。王副将，这是……破大防了，眼睛都哭红了。这不一回来，吵着闹着要分家，要不是我拦着，这会儿都跑到关外去了。黄副将，你要是想死得快一点，本将军不介意送你一程。还有脸哭？憋回去！我们家将军对你一心一意，做梦都喊你的名字，你怎么忍心背叛他？养不熟的白眼狼！呸！堂堂一城之主，被臣子当众羞辱，滋味如何？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看你的笑话，你觉得事到如今，我还笑得出来吗？不过能拉着你一起哭，我突然觉得没那么狼狈。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从一开始，你就掉入了季望舒和高长洲的圈套。你还真以为季望舒会为了你背叛高长洲？哼，也不看看你什么德行，你配吗？我杀了你！来呀，杀了我！杀了我，你就永远成为高长洲的手下败将，被他踩在脚底，永不翻身。乖，只要你听我的，我会帮你杀了季望舒和高长洲。您不能进啊，夫人，您慢点。都给我滚出去！夫人，倒酒。再狡猾的女人，也得有个蠢男人愿意掉进陷阱里呀。哟，这酒你们喝了不少吧？我可是加了不少软筋散呢。就凭你，也想伤害我家将军？
整个醉云楼都被我的人包围了，你们插翅难飞了。上！高厂长，高厂长，戚清瑶，你给我记住，今日之仇，他日我定要你们千倍万倍来偿。高厂长，高厂长。是，怎么样？痛不痛？没事，不痛。本将军久经沙场那么多年，这点小伤不算什么。别哭。都怪我，都怪我！要不是我在朝堂上结仇。要不是你为了救我，你也不会。我从一开始就应该认命，我也不应该执意做什么将军夫人。跟长州并肩的，唯有你姬王叔。能与你同行的，只有我姬王叔一人。高厂长，高厂长，你怎么样了？高厂长，高厂长！赤炼之毒，中毒者2个时辰之内，五脏六腑就会燃烧殆尽。如果没有解药，便会七窍流血而死。这么说，高长州死定了。没有这瓶解药，他必死。不如这东西借我一用。我要亲自送我的好姐姐下去陪她的将军。赤炼之毒，那是什么？此毒来自番邦，凶险无比。中毒者五脏六腑被烈焰灼烧，受尽折磨，最后疯狂七窍流血而死。不可能！太医，你一定有办法救他，对吗？你快救救他！夫人，不是我不救，若没有解药，大罗神仙也无能为力呀。将军，将军，你怎么样了？热，将军夫人，先想办法给将军降温吧，或许能抑制毒性扩散。姐姐，2个时辰之内务必以血为引，为将军服食解药，方能起死回生。将军，以往都是你守护我，这次也换我来守护你。若是我活着能将解药带回来，我发誓，从此以后对你绝无半分欺瞒。若是不能，黄泉路上，你等等我。黄副将，把将军搬去寒池，给将军降温。等我回来。是。姬望叔，你终于来。你既然知道我会来，那你应该知道我为何而来。我当然知道，你是来帮高长州要解药的。我说的对吗？不过你凭什么认为我会把解药给你？就凭你做梦都想要我的命，只要你肯把解药给我，我这条命都是你的。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
季望舒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？高长洲现在已经半死不活，我杀死你就像杀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我当然有。现在季府已经被高家军团团围住，只要我一声令下，他们就会冲进来把你碎尸万段。我死不足惜，你舍得陪我一起死吗？哼，威胁我？高家军镇守边关，就算快马加鞭赶过来也要3日。你的高将军撑得过3日？求人就要有求人的态度。想要解药可以啊，跪下。你让我跪吗？怎么，不肯？卑躬屈膝这种事，像你这样的下贱之人，应该不陌生吧？只要你乖乖跪下，把它割下，我就把解药给你啊。一命换一命，很公平，对吧？只要我喝了这个，你就会把解药给我？当然，因为我自始至终想要的都是你的命。好，希望你言而有信。别过来！再过来，我杀了他！把解药给我交出来！杀呀！有本事你就杀了我！杀了我，你这辈子都得不到解药。好啊，那我现在就让你尝尝赤炼之毒的滋味。季望舒，你竟如此歹毒！来人，给我杀了他！谁敢？你别过来！我亲爱的好妹妹，我说过，如果高长洲有事，我一定让你生不如死。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把解药给我交出来！你做梦！没有，没有。好啊，那这赤炼之毒的滋味你也应该知道。从现在开始，你每说一句谎话，我就扎你一下，直到扎到你说实话为止。就是不知道，你最后是中毒身亡，还是流血而死呢？再问你一遍，有没有？有。季望舒，你好歹毒，竟敢拿我试毒！你也就这点价值。不过幸好你没有耍花招。来人，把他给我看住，不得踏出季府半步。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！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！没事了，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你快走，我不想伤害你。中毒者会感觉到五脏六腑被烈焰灼烧，最后发狂，全身溃烂而死呀！将军，将军，我拿解药过来了，没有时间了，必须立刻给他解毒。将军，你认出我了吗？雪儿，太好了，没事了。什么？高长洲和季望舒还活着？是，都
都怪那季望舒太奸诈了，给季小姐下了毒，这才把解药炸了去。现在季小姐已经被软禁了，传话说让您想办法救救她。不中用的废物！随我去季府。岳峰，你终于来了，救我！救我！救你？你跟我夸下海口，说要帮我除掉季望舒，结果却坏了我的大事，还敢让我救你？是那个季望舒太过狡猾，我一时不慎才着了他的道。再说了，我也是为了帮你。帮你？哼！你除了会在我面前耍你的大小姐威风之外，你还会做什么？季望舒说的对，你就是一个蠢货，连给他提鞋都不配。盛凌风，你放肆！区区一个傀儡，竟敢如此对我！你还敢打我？你一个阶下囚，还敢耍你的嫡女威风？我倒是要看看，扒掉你这层高贵的外皮，你还傲不傲得起来？来人，把这个贱人给我卖到青楼去！盛凌风带人去了季家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他们这是计划好了，想要弄死我。夫人，现在轮到季清瑶倒霉了。季清瑶怎么了？盛凌风不是已经带人去救他了吗？救他？内讧了！我亲眼看到盛凌风把他卖进了翠云楼，3天，季清瑶的门槛都被踏破了。这个盛凌风可真不是个男人。副将，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情。您说。盯住季清瑶，还有，如果他不想接客的话，不必勉强。夫人，您这是心疼他？他愚昧狂妄，被人利用是罪有应得。如今他的惩罚够了，剩下的就是赎罪了。是夫人。等等，你怎么这么清楚季清瑶的事情？莫非你经常去翠云楼？我那个，那咋了嘛？食色性也啊！我血气方刚大小伙子，哎，你以为谁都像我们家将军那方面那么冷？冷什么？冷静啊！坐怀不乱，对夫人深情专一，绝世好男人嘛，这不是？是吧，将军？滚！哎，好嘞。哎，等等我！黄副将刚才说的话我没听清。夫人觉得本将军冷？将军，您体内的余毒还没有清干净，不许胡闹。哦，夫人不是怕本将军冷，是怕本将军热呀。哎呦，将军，我刚忘说一件事。说。季清瑶想见夫人一面。我说完了，你们继续。将军，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季清瑶还想要见我，我得去一趟。夫人难道不想跟本将军解释什么吗？我的副将什么时候成了你的马前卒？怎么，夫人想做本将军的主吗？将军，月儿不想做将军的主，是金陵城的百姓想要将军做他们的主。原来月儿是做腻了将军夫人，想做城主夫人。季望舒，我怎么不知道你竟有这样的野心？我不是为了自己，我是为了你。为了我？那日宫中鸿门宴，你是亲历者，你不会不知道，本将军根本无心城主之位。如果真是为了你，这种事情你想就不该想。若将军当真没有这个念头，当初又为何和季家联姻，谋划权衡之术？我是为了保住边关将士，保住高家。只有除掉盛凌风，才能护住高家。将军，你身经百战，又深懂权谋之术，怎会不知树欲静而风不止的道理？事到如今，
你当真觉得圣灵峰他还会放过你吗？够了！先城主对我有恩，高家祖训绝不可出谋逆之臣。我的使命只是带领高家军抵抗外戚，保护金陵城百姓一方平安，不是做城主。这件事以后不要再提了。既然如此，那这个谋逆之臣便让月儿来做吧。我就知道你会来。你叫我来，我怎么会不来？纪望舒，看到我这样，你应该很得意吧？我纪望舒不是一个搅局诛囚的女人，我想报复你，但也不会用如此卑劣的手段来折磨你。你少装清高，如今沦落到这个地步，都是你害的。那我呢？我又是谁害的？我和我娘只是想好好过日子而已。若不是因为你们母女赶尽杀绝，我又怎么会卷入这场风波里面？我母亲已经死了，那是她活该。你们母女俩能有今天的下场，都是你们咎由自取。纪望舒，打我！季清瑶，你想清楚。害你的人是圣灵峰，不是我。我是唯一一个能救你的人，所以你才托人送信给我，不是吗？纪望舒，你还真是聪明可恶啊！我知道，让你求我比叫你送死都难。但你既然已经迈出了这一步，你也应该好好想想，拿什么跟我交换。你去哪儿了？我去看望季清瑶了。你还没有放弃，对不对？将军，这话我听不懂。我只是去看一下仇人的下场。纪望舒，你撒谎，你从不做无用之事。那将军觉得我是为何要去看季清瑶？是为了羞辱，还是继续报复？月儿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现在的野心是越来越大了。不过我劝你现在早点打消这个念头。你这一生只能是我的将军夫人。如果我不呢？这么说，你是执意要忤逆本将军？将军剑伤未愈，还是不宜劳累，早些休息吧。月儿，抱歉，月儿，我身为高家军主帅，不能视高家祖训于不顾，更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去涉险，走上谋反的绝路。高长洲居功自傲，纪望舒藐视天威，罪无可恕，孤在此歃血为誓，即便遗臭万年，为后世所不齿，也要将此二人碎尸万段。碎尸万段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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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凭你也想杀高长洲和纪望舒？痴人说梦！凭你也想杀高长洲和纪望舒？痴人说梦！季清瑶，季清瑶，你好大的胆子，你还敢入界？你不要逼我亲手杀你！
杀我！我如果怕你，我就不会来找你了。你大可以掐死我，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，掐死我，就永远都杀不了高承舟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还不知道吧？高承舟和晋望叔胡日就要举家南下，在边境骊山为王。你觉得你还有机会杀他吗？什么？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我能帮你。你如何帮我？我会帮你引高承舟入宫，还会帮你名正言顺的杀了他。驾！醒了。这是哪？你要带我去哪？月儿不是说要做我手中的刀吗？一身一心皆献给我。现在我只要求你为我做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将军，马上出关了。出关？不行，这不可能！停车！停车！我要你随我出关，此生再也不入金陵城。这不可能！高承舟，我说过，月儿的一身一心都可以奉献给你，但这件事情绝对不可能。你放开我，高承舟！姬望叔，你闹够了没有？非要把金陵城搅得天翻地覆，你才甘心吗？城主夫人的位置对你来说就那么重要？你当真以为我是为了城主夫人之位？我若是真为了那个位置，我直接嫁给盛林峰岂不是更简单？你再说一句试试。话我可以不说，但是长城，可不可以多了解我一些？在你心里面，我当真是那种贪慕虚荣的女人吗？好，你告诉我，不出关究竟是为了什么？好，我告诉你，这就是盛林峰治理的金陵城。将军常年驻守边境，不在关内，应该不知道金陵城还有这种地方。可我知道，我娘出生在书香世家，自小便教导我，丈夫贵奸计，岂不善一时。月儿一个女子尚且明白这个道理，难道将军要视而不见吗？卖馒头嘞，馒头又香又软的吗？放手！你放开我！我求求你们！我好几天，我孩子也好几天没吃东西了。吃什么吃？将军，盛林峰心胸狭隘，一心玩弄权术，实非明主。你看看他们，你当真忍心把高家军浴血守护的金陵城交给一个昏聩之君吗？让他们牺牲在无休无止的内斗之中。本将军答应你，一定给你一个全新的金陵城。给我些时间。将军，我也想给你时间，可惜棋局已开，盛林峰不会给我们时间，便再让我利用你这最后一次。月儿，救我！季清瑶，你还是死心不改。丈夫贵奸计，岂能独善一身？月儿是女子，尚且明白这个道理，难道将军要视而不见吗？除掉盛凌风才能保住高家。将军身经百战，又精通权谋之术，不会不懂树欲静而风不止的道理吧？你当真忍心把高将军浴血守护的金陵城交给这样一个昏聩之君？
让他们牺牲在无休无止的内斗中吗？来人！将军，你差人把这个交给盛凌风，告诉他，本将军愿意与他和谈。和谈？月儿说的对，金陵城百姓不能牺牲在无休止的内斗中。将军，你说有没有可能，夫人的意思是让你以战止战？用你说？哼，我若不是高家军主帅，早就把他杀了祭旗了。可我不能不顾高家祖训，更不能违背对先城主的承诺，所以我愿意给他机会，只要他肯做个明君，本将军愿意举家南迁，守护边境，永不回金陵。将军，恕臣直言，只怕您愿意和谈，那盛凌风也不愿意。他早已将您和高家视为死敌，您若不死，这场内斗是不可能终结的。那就传我第二道旨意，高家军举师回朝，就算背上乱臣贼子的罪名，我也要结束这场内斗。按我说的去做吧。是。将军，不好了，夫人不见了。丫鬟在夫人房间找到这张纸条。诸位，诏书已开，我家将军并未谋逆，季大人捕风捉影，诬害忠良，罪该万死。但念在他年事已高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拉下去，杖责100，褫夺金印，禁足府中。秋叔，你这个孽障，你好歹毒的心呢！竟敢对自己的亲生父亲下手！歹毒？父亲这是何意？在太夫人寿宴上，您捕风捉影，犯下欺君之罪。若不是女儿救了您，恐怕您早就人头落地了。为何您非但不知道感恩，还怎能如此不知安分？我听不懂。听不懂？你背着我去见季清瑶是什么意思？是觉得她比我更适合做您的女儿，还是想让她救您出这间屋子，好让你继续回季家掌权？放书！你放肆！来人！来人！父亲，您的美梦还没有醒来。你知不知道，你就没有掌权的命？20年前您受制于王室，如今又受制于我。你看看现在的季家，夫妻反目，手足相残，都是因为你这个家主无能。说什么？我说，您无能。你不仅无能，你还自私又凉薄，你只爱你自己。所以你为什么觉得季清瑶会救你这样一个父亲？他会，要不是你，他是我亲眼看着长大的，我知道。你知道？那你知道他被盛凌风卖进青楼，折磨了几天几夜，清白尽毁吗？季清瑶那么一个骄傲的人，你应该很清楚。什么？瑶儿？是我错了，是我对不起瑶儿。月儿，你说的没错，我不配当一个父亲，是我对不起你母亲，对不起你。收起你的眼泪，不管你再多的歉意，也无法弥补我们母女这么多年受的苦。不过你放心，只要你安分守己，你始终是我的父亲。既然如此，就让为父再给你上最后一课。你干什么？你疯了！来人！好女儿，你觉得现在还有人会来吗？是你故意引我过来的。是谁指使你的？盛凌风和季清瑶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我说过，瑶儿她不是你，
为了能达成目的，他什么都可以牺牲。他跟我一样。你这个疯子！你为了陷害我，不惜拿出自己的性命。这就是为父教你的最后一课，以命换命。我的好女儿，为父在下面等着你。哈哈。我的好姐姐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季清瑶，你好卑鄙啊！我念在姐妹之情把你救出翠云楼，但没想到你这么歹毒，为了陷害我，连自己的亲生父亲都能牺牲。姐妹，父亲，我季清瑶走到今天，难道会在意这些？只要能达到目的，世间万物皆可为我所用。这可是你的骄傲，姐姐。相信我会和你合作背叛林峰，你还真是蠢呢！你们如此盘算，到底想要什么？别急，你很快就会知道。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这次我看谁还能救你。这么说，城主今天是非要置我家夫人于死地了？高城主，你要造反吗？高承周，你放肆！纪望舒残杀父母手足是重罪，你竟敢包庇他，你眼中可还有我这个城主？城主说我家夫人谋杀父母，可我和我的同僚在外面听说的是您联手季清瑶设计我家夫人，想置她于死地。您说我是该信你，还是信自己的耳朵？高承周，你少血口喷人！我父亲的尸身如今就躺在里面，季望舒的身上沾着我父亲的血。你说我算计，这也是我能算计的吗？那不妨季小姐解释一下，我夫人杀人为什么用的是你的贴身之物？你让我杀了季望舒？不，这把匕首是留给你的。你胡说！凶器分明是兵器库里的管制刀具，怎么可能是我的贴身之物？方才季小姐一直在院中，从未见过凶器，你怎么就知道这把匕首是兵器库的管制刀具？你手上拿的不就是吗？哼，这把并不是凶器，而里面的才是实实在在的管制刀具。还有什么话说？别说，人是我杀的。月儿，你发什么疯？我没有发疯，我说人是我杀的，就连纪王氏也是我杀的。若不是有圣灵封护着，就连你我也不会放过。将军听到了，他亲口承认人是他杀的。你好歹毒的恶心者！我歹毒？那是你们季家咎由自取。纪王氏逼死我母亲，你和你父亲三番两次想要设计我死。今天这步田地，都是你们咎由自取。我就是杀你们10000次也难解心头之恨。高长柱，这次你会怎么选？跟我来。季望舒，你疯了！你当众认罪，就算是我也保不住你。你为什么要撒谎？我没有撒谎，人是我杀的。什么？我的父亲，他抓着我的双手，将匕首刺进自己的胸膛，用自己的生命教会我什么叫做以命换命。这弑父的罪名我是赖不掉的，我也不想赖。不想？没错，
我母亲被逼死的那天，他就站在门外袖手旁观。我早就想杀了他，看于骨肉亲情的份上，我没有下得去手。如今这样，是他帮了我，我为什么要抵赖？所以你就承认了？知不知道这可是死罪？将军，我死了，便无人再逼将军做不愿意做的事情，这样不是更好吗？我这也算是成全了将军。你到底是要成全，还是逼我造反？这二者有什么区别吗？我本就是将军的一把利刃，理所当然为将军冲锋陷阵。若我的死能换将军迈出那一步，能让金陵城的百姓得一个明君，我死得其所。姬王叔，我说过我会还你一个全新的金陵城。我已经同意了和圣灵峰讲和，你就不能等等我吗？高将军，季望舒已经认罪，你若执意包庇，便是同谋。你可要想清楚了。讲和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天真了？项庄舞剑意在沛公，这个道理将军岂会不懂？圣灵峰和季清瑶如此费尽心机的陷害我，他们是为了对付你。你若是不死，他寝食难安，又怎会与你轻易讲和？我们和他是注定不死不休的。圣灵峰死了，你和我都成了弑君弑父的千古罪人。你觉得世人会接受我们这样的明君吗？当然可以。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历史本就由胜者来书写。历代君王身脚底下哪一个不是酸酸白苦？若是能换来真正的和平，我季望舒愿意背下这个罪名。你真是魔怔了。或许吧，但若将军若是不愿，就可以放任我去吧。但我要告诉将军，就算我死，金陵城的内战也不会平息。将军，圣灵峰下令将夫人打入死牢，你还要袖手旁观吗？传我第二道指令，高家军即刻班师回朝，不许有误。是。将军夫人，这等死的滋味如何呀？等死的滋味，城主应该不是比我更清楚吗？毕竟这么多年都活在这样的恐惧中，应该熟悉得很。季望舒，死到临头你还在嘴硬。当初太夫人寿宴上，你若是从了我，现在已经是城主夫人，可你偏偏要找死，说你是不是犯贱？城主夫人，没想到城主对月儿还有这种想法，不知道季清瑶知不知道啊？他为了你，可是连自己的亲生父亲都不要。季清瑶算是个什么东西？如今不过是一个人尽可夫的娼妓，怎配得上城主夫人？这相比较他，我还是更喜欢你一些。只要你肯求我，待我除掉高长洲，便娶你，如何？城主好像自信得很呢，但我家将军手握重兵，就凭你那几个禁军，就能处置他？锦屏宫中的禁军当然不够，但如果你们以为我只有禁军，你就太天真了。只要你肯跟我，我便让你成为全天下最尊贵的。跟你呀，你配吗？找死吗？恼羞成怒想要打女人啊！像你这种不折不扣的烂人，怎么配跟我家将军相提并论？你知道太夫人的寿宴上，我为什么不跟你合作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无才无德、自私又愚昧。像你这种人，
连我家将军的一根汗毛都比不上，你知道吗？纪望舒，本将军的人你也敢动？来人，带城主回宫。是。将军的人你也敢动？黄将军，不可对城主无礼。再帮他说句话试试。我不是帮他说话，而是将军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对城主大打出手，我怕有损将军清誉。你要气死我是吗？跟我回家。我不走。我若是想走，便不会认错。将军若想救我出去，便只有一条路。别逼我！圣灵峰纵使荒唐，我也不可能不顾高家走旋起兵造反，做一个谋逆之臣。若是圣灵峰身为一城之主，勾结外戚，不顾金陵城的安危呢？你说什么？将军可识得此物？这是我从圣灵峰身上拿下来的。你若是不信，他日可以一试。高长洲，纪望舒，我一定要让你们碎尸万段！想要杀了他们还不简单？陛下即刻张贴皇榜，宣告2日之后处死纪望舒。我就不信高长洲会袖手旁观。只要他敢带人进宫，秋莲将军自会为殿下斩杀乱党。为金陵城主扫清逆党，是我藩邦的荣幸。我们的勇士已经全部入关，届时会在大殿四周布下埋伏，只等城主摔杯为号。好，若丘陵将军真的能为孤除掉这心头大患，助孤拿下兵权，这天下孤愿与你丘陵将军共享。多谢城主。来人，昭告天下，2日后处斩纪望舒。将军，将军，不好了！圣灵峰昭告天下，2日后处死夫人。罢了，既然月儿执意要我做这乱臣贼子，我做便是。纪望舒，怎么样？那日在死牢之中，可曾想到有今天？现在摆在你面前有2条路，只要你肯求我，我保证给你留个全尸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蠢，都死到临头了，还在耍你那不值钱的天家威法。金陵城的百姓能有你这样的君主，难怪民不聊生。纪望舒，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？杀了我？我家将军还没有进宫，你安排在他身边的人还没有发挥到作用，你舍得吗？谁告诉你的？不用谁告诉我，难道我就不知道你的心思？你伙同纪家妇女陷害我，给我扣上一个弑父的罪名，不就是想要引我家将军入宫劫狱吗？好让你名正言顺地除掉他。你既然知道，还配合他？不配合你，如何让我家将军看清你的真面目？如何让他知道他效忠的君主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？如何让他起兵造反？起兵造反？他敢来吗？我敢。你还真敢来？我不来，
我们家月儿跟你这个昏君的戏码怎么演得下去呢？高长洲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当着群臣的面辱骂君主，岂非谋逆？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！拿我？你有这个本事？若不是看在老城主的面子上叫你一声城主，你还真把自己当成天子。高长洲，如此大逆不道，是要造反吗？造反又如何？自我入关以来，他圣灵峰所求的不就是这一刻？为了这一刻，他联络群臣，威逼利诱，栽赃陷害，现在更是给我家月儿扣上了弑父的罪名，逼我劫狱，为的不就是坐实我谋反的罪名吗？好啊，我今天就反给他看。我们的勇士已经全部入关，届时会在大定四周布下埋伏，只等城主摔杯为号。高长洲，你放肆！这是怎么回事？城主是想要这个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藩国的丘陵将军，城主的盟友。城主不打开看看吗？什么盟友？一派胡言，有证据吗？证据我当然有。诸位请看，这便是我从圣灵峰身上所得，这上面刻着的图印是藩国独有的图腾，这就是他勾结外戚的罪证。可笑，仅凭一块玉佩就能说明我勾结外戚？当然不是，还有这个季清瑶，月儿你还有多少奸细是我不知道的？把我的信还给我！你承认这是你的信了吗？诸位，先城主在世时，藩国就凭借地势屡犯我国边境，残害我国子民。高家军为了守护边境，又有多少人死在了弯刀下？你闭嘴！凭什么闭嘴？圣灵峰，你身为一城之主，非但不攘外安内，还勾结外戚，残害忠良。你说你凭什么坐在那个位置？可怜我家将军满门忠烈，竟然要服从你这种昏聩之举！纪望舒，我杀了你！哼！敢伤他，我杀了你！我明白了，我全都明白了。原来你们早都知道我和青瑶的计划。错，不是我知道了你的计划，而是原本就是我的计划。如果你能救我出青云楼，我就帮你杀掉圣灵峰。证明给我看。青瑶，你这个贱人竟敢背叛我，我杀了你！他没有出卖你，圣灵峰，你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众叛亲离是你咎由自取。你心胸狭隘，刚愎自用。若不是我家将军护着你，你在那个位置上岂能做到今天？住口！高长洲护着我，这些年所有人都以为是高长洲护着我，我才能坐上这个位置。可高长洲算是个什么东西？凭什么所有人都觉得我不如他？就连这个位置都是他施舍给我的，连父皇都这么认为。我从未这样想过。你当然不能想，你也不配想。我勾结外敌又如何？你和纪望舒做出这谋逆之事，就算我做不了城主，也轮不到你这个乱臣贼子。乱臣贼子？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误会？是误会。今日宫中政变，
是城主伙同季清瑶父女勾结外戚，设下杀局，想要引我家将军入宫，不想事情败露，引起内讧，被季清瑶当众所杀。季望舒，你敢当着群臣的面颠倒黑白？颠倒黑白？谁能证明？来，跟我一起喊：恭送城主宾天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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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盛连峰，去死吧！你是不是疯了？季望舒才是你的仇人。他是我的仇人，可是比起他，你更让我痛。我季清瑶一生何等尊贵，竟轮到被你如此羞辱，我怎能容忍你坐稳城主之位？季清瑶，别过来！季望舒，你说的对，比起死，求你更让我难受100倍。所以，我不会再给你这次机会。从此以后，你我恩怨两清。高长洲，你别忘了，你曾在高家先祖面前发过誓，绝不做异主之君。就算我死了，你也做不了那个位置。谁说我家将军要坐那个位子？恭请新城主登基。新城主登基，百官跪拜。让我贵奸计，岂独善一神？月儿是女子，尚且明白这个道理，将军却要视而不见吗？你当真忍心把高家军浴血守护的金陵城交给这样一个昏聩之君，让他们牺牲在无休无止的内斗中吗？既然命运不公，天理无存，那我便以命设局，做那执旗之人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